这里是离别与希望的集散场，这里充斥着快乐和悲伤。他们用微笑迎那锋芒，吃这碗饭你就得受这个罪。明白。以智慧承载担当。赵朗 K14啊，对，就本能的我还是站到了桌子上头，然后大家一下安静了。全是柔软的力量。凌晨4点，出行的人们还未开始匆忙的脚步。北京首都机场也正处于一天中唯一的宁静时刻。这份惬意却不属于值机经理杨海静。值机部门呢是第一个与旅客接触的部门，我们要为旅客办理乘机登记服务，俗称也就是我们要为旅客办理这个登机牌。值机经理与各部门主管的岗前会是每天的规定动作。昨天晚上取消了6个航班，所以造成今天早高峰压力比较大。早高峰9点半之前，国内已经达到了14000%，90%的客座率，这是国内。国际呢，大家注意一下，今天早高峰还可以，2200，所以注意一下分流。一天的工作即将展开，值机2组严阵以待。和绝大多数交通枢纽不同，清晨才是机场最拥挤和忙碌的时刻，这被称为早高峰。没有充电宝里。小朋友叫刘雨潇，4位大人带1个小朋友，对吗？对，前1位就可以，一起的啊。这差多长时间就能办了？半小时还是？早晨5点，值机工作正式开始。此后的3个小时是航班出港频次最高的时段。国航平均每天它值机的时长有20个小时，而短短的这个早高峰的3个小时所处理的旅客量大概有16000人，这个数字呢占到了全天旅客量的1/3，也就是我们员工要用1/7的工作时间去完成1/3的工作量。旅客情况瞬息万变，杨海静的脚步却总是忙而不乱。来，后边旅客 H20 20，普通舱20 any counter 20号也可以啊。值机经理呢在现场巡视呢，主要做2个方面的工作。第一个方面呢，就是对旅客呢进行有效的分流和引导。来，美国的这20，美国的去。使每个柜台前的旅客量呢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。第二个呢，我们是需要进行一些特殊情况的处理，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呢，我们要及时的介入。行李有吗？西安的有没有？来放上来您。把旧条全撕掉。赶早的乘客大多是为了更为低廉的机票。对杨海静和团队而言，他们需要面对的是一群带有更多行李，也更容易出现慌乱的群体。不行。2分钟来不及，你就别在这等了啊！不是，你们要干嘛？等停，下去。不是，把人摔了怎么办啊？你告诉我干嘛？说话。哎，怎么不说了？不是，你要干嘛呀？没事了。因为没有别的危机感。您这有多危险呢？这个。给我那身份证，给我来一身份证。等一会儿啊，别动啊。刚才要是能拿，就早就给你打出来了，还用你在这说？行李的拉锁没有拉，他想去再拉锁，但是他也没有说，他就自己去上了传动带了。所以我一着急，我怕那传动带把他给摔了。这个男士啊，还是很理解的，我觉得他最后也冲我笑了。实际上，我觉得我从小，因为我从小就是班长，一直是，所以可能这方面也稍微那什么点，就是咱这瞎说啊。机场，亿万人的离愁别绪汇聚于此，
任何风吹草动，都能把这里瞬间变成战场。在处理旅客问题时，需要杨海静精准地拿捏尺度。把这个当反键，把这个啊，这样当反键，准备反键这个。不要急于的去介入，先观察，观察说这旅客遇到什么困难了，如果这个困难我如何的去反应，如何的去帮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。您这样，你写下来，您需要什么帮助，你写下来好吗？石亮人现在来得及呀，现在刚不到8点。你这个只是上面这个服务员，你看余额的生活证，身份证是个临时生活证啊，临时生活证要换，人家要这个确认班次后，这个你给念一下，我念。他要一下这个航班号啊，就明白了。来，我说的话人家听不懂。哦，没事，我听得懂您说话，挺清楚的。这个1209，这是航班，我给你写一下啊。对。他当时的困难是想办一个临时身份证，但是警察需要他提供航班号，但是大家谁也听不懂他说话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就需要我们这些有经验的管理者来去处理这些问题。CI1209，知道了吧？得知航班号后，几位甘肃旅客顺利地办好了临时身份证，并且来到机场大厅汇合。您稍等，我给您找人给您办一下班，好吧？好，别着急啊。9点登机，3782。麻烦您。你说。麻烦您给我弄个那个。那我的行李不说超吗？行，你们有几个想要超吗？8个，因为第一次。没问题，那就给您前后俩挨着，然后你们轮着坐一张，好吗？那就是4排。对，没问题。你刚开始做管理的时候，你处理了一个小的问题或者怎么样，你会成就感很强哈。但是现在呢，你可能经过了10年哈、20年，你现在可能这成就感的来源就不一样了。我觉得我现在更多的成就感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团队。2016年7月20日，极端天气席卷整个华北地区。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。暴雨当天，仅国航取消的出港航班就多达51架次，滞留旅客1万余人。这1万人可能就会选择次日的这种航班，就会把早高峰这种工作压力再增长10%的这种旅客量，这压力会更大。21日凌晨，北京市的暴雨仍旧没有减缓的迹象，而国内港的主管张硕却在上班途中遇到了麻烦。这不是第3种吗？哦，已经接上人了，好吧，谢谢。完蛋了，真的没有车。着急，真的确实特别着急，因为我平时的时候一般的话都会提前10分钟到港的，但是那天因为暴雨我打不到车，所以非常的着急当时。哎，那个你好，是预约了这车吗？对啊，我们4点半的班能不能把我们捎上来？我们家有点疼吗？谢谢。赵朗 K14啊，对。宝存，你今儿跟二阳跟那谁金宇换的是吧 ？K8啊。作为杨海静亲自带出的弟子，张硕已经能够独当一面。张申诗，你这样，你去 K11把邢一坤接过来吧，让他做即刻来啊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会将这种业务好、办理乘机手续速度快的这些员工安排到一些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柜台，比如说即刻柜台或者是候补柜台。你把电话号给我。我就说不能办。别跟我说你把电话号给我。你这是让人一打上了。赶紧拍照。为什么拍照？解决问题好吗？凭什么拍我这儿啊？拍，没关系，无所谓。您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好吗？我知道，来，您拍照啊。没有意外，不能称其为旅行。办不了连程，那个连程的行李都取消。如果给形形色色的意外概率排个座次，
航班延误应该可以做上头把交椅。哎，他什么事儿啊？我先问。抱歉，是这样，有时说话急，可能并不是那不行，我们也着急。服务有时候不是讲理，可能更多的是讲就是你给他服务的这种感受。他可能需要一个发泄口，你只是需要听着。有一次延误，我自己印象深刻，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好牛啊，20几个航班就都取消了。在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就看到旅客那大部队就已经从安检出来了，而且就是乌泱一下子，你知道就是看不到队尾了。但是我就本能的我还是站到了桌子上头，然后大家一下安静了，然后我就开始挨个航班的说，我说哪一个航班的旅客您到哪个柜台去等。如果你傻乎乎的只站在那1对1的对每一个旅客去解释，那我开多少柜台都是没有用的，对不对？每次大面延误的时候啊，最乱的应该是国内这一块，所以在选拔这个国内主管的时候，你就要选拔一些抗压能力比较强的。知人善任是队长的基本技能，多年的工作经验将杨海静打磨成一位用人高手。如果要是国际主管，可能你帮他去询问这个签证，又找签证官，所以可能你更多的需要这种业务性。那两舱主管呢，他迎来送往的都是高端旅客，你可能更注重的是，比如说形象方面啊，就是给人的感觉很喜庆啊。前一天滞留的旅客还未消化完全，北京市周围又笼罩起了新的阴云。华东那边现在航路特别不好，航路那边都被雷区覆盖了，所以华东那方向现在走不了。现在取消多少班了？现在目前取消7班。取消的航班不断增加，杨海静和整个值机团队压力倍增。不用在这等啊，拿着这个就退改签就可以了啊。不用在这等啊。极端天气是民航出行的一大克星，出租车告急，周边交通拥堵等连锁反应也常常随之而来。旅客焦灼的情绪在复杂的大环境下一触即发。我知道你们的权限有限，你告诉我再往上升1个时好吧？一位旅客无法用身份证办理自助值机，得知情况的员工刘娟开始着手处理此事。手术的情况下，你说打哪儿合适啊？先生，那建议您还是打。他就这态度，我怎么办？我刚才给他反映不理我。是不是在办其他的事？不是办其他事，有录音呢。啊，有录音呢。我第一反应是危机来了，我解决不了这样问题，在乘客火气变得更大之前，我要赶紧去找我的张硕主管，还有海静经理。这个事儿怎么办？然后这个事儿我给你找主管。现在带我去。你不能解决是吧？我不想用。视频里边呢是员工在翻一个我们国航的这种小册子，不管是什么原因哈，他翻书的这一刻对员工来说是不利的。延误值机你们全负责。为了尽快帮旅客解决问题，杨海静和张硕将该旅客带到了特殊情况处置柜台，着手处理此事。那你也理解我们这系统说实话不是说是我理解你们，所以不是3个月前，该旅客曾用自己的身份证为妻子买过一张飞机票，这个做法导致旅客的身份证在国航的自助值机系统上同时对应出2个不同的名字，因此无法办理自助值机。这样，先生，我把这航班号给您放这儿了，或者是您老婆出的，让他给您改一下这证件号，好吗？给您改一下证件号，要不然这个航班他也用不了。然后我们这小伙子，这个我们已经叫过来，您给先生道个歉。很抱歉啊，你别不好意思，你啊，不好意思没有用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我理解，但是你们就得承受。为什么？有本事不能冲顾客，明白吗？所以就你们只能承受，因为你们在这儿打工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吃这碗饭你就得受这个罪，明白。因为你的工厂、你的店家不行。
杨海静的笑容凝结着尴尬，员工刘娟的委屈却无法瞬间融化。行了，都习惯了，天天不是都这样吗？这么多年了，你该习惯了才对呀。习惯不了，每次被骂都跟第一次似的。如果说我自己本人能处理好这个问题的话，就不用让海静姐去帮我承受这些指责也好，或者说语言的压力也好，我就觉得，就是真的是海静姐在替我承受这些，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抱歉。要不愿意受这份气，别干。二位，简单吗？简单，明白吗？你这样，我们找人给您一安检啊。刘娟，我带去吧。哎，刘娟在这儿，那你带吧。我就想问你们为什么到今天才采取这样一个操作步骤？是你们内部没有流程吗？送走旅客后，杨海静开始向男员工问询整个事情的经过，并且安抚他的情绪。辛苦了啊！我知道你也受委屈。他录像我就说，我说人家录像我不跟你说话。还录，然后就这样。但是他给你的截屏没有这句话，没有说你要给我录像，我就不跟你说话了，所以这容易让人断章取义了。对。好，辛苦啊。没事。好。来，先生，我来。像这样剑拔弩张的时刻，杨海静几乎每天都能遇到。机场庞大而复杂，随处进行着看不见的精密运算。数百个部门密切配合，普通人很难摸清这庞然大物的运作规律。旅客不理解，他觉得这个飞机，可以随时的调整，随时的，比如说天一好就可以飞。实际上这个是涉及到很多部门，包括我们的前排运控啊，最后做抉择，而不是说我们直机这个部门可以做出这决定的。更多的，我们直机做的是信息的一种传递。在中国，机场的值机员以年轻人为主。在杨海静看来，这背后的原因透露着些许无奈。因为如果你每天，比如说都是要面临一些就是旅客吵架呀、不理解呀，你每天都接收这种负能量，可能对你身体健康也不是很有利。这些老的员工，他可能就会去想办法去另外一些部门。11号马上完了。11 11 counter 11 thank you。杨海静去过不少国家，她喜欢观察自己的同行。你看，在国外的机场，很多都是比如说40、50岁的，而且他们的服务感受什么的，我觉得感觉很好。我也希望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以后的这种环境啊，就特别是服务行业的这种环境会更好。如果全民大家都能多理解一些，强度不是这么大，可能这样的话，以后大家有一天也会看到一些40、50岁的人，啊，一些大姐呀、阿姨呀，给旅客办手续。现在顺义在这儿动了，哎，他是往下走的。哎，真的是往下走。哎，他要往下走就不会到顺义，那就没事了，那就过去了。其实啊，对，要这样的话，他到不了顺义了。雷雨区避开了机场，逐渐向南远去。之前延误的航班开始陆续恢复。这个消息让杨海静为之一振，团队成员原本紧绷的神经也得以短暂的放松。都是大单身呢。我给你介绍一个。哎，对，你给我介绍那个跟我联系着呢。真联系着呢。哎，倍儿帅，我给你看看，都是他啊。哪儿？这叫封面。好吧，来，帅吧？看看。来，给我看看。行。那可不行。金狗一样，虎子好像真的是特别容易嫁不出去。然后他又主事不是，你俩也都属虎的。回家。以我们直机为例的话，确实是单身的女生会挺多的。就像我啊这种就一直走在相亲路上的这种人，就是跟那个相亲对象聊天什么的，就是人家可能要9、10点钟、10点多钟，人家才加班结束，才说给你发个信息什么的，哦，我就已经做上梦了，就是这种。对，有时差，我们经常开玩笑，哎呀，我说这个真的是有时差的这种。小孩的座位给我调在一起，是调一起了，有一个靠窗户的啊。现在时间早，这登机口还不确定呢，您大概9点钟之后再查查登机口啊，现在还没出来呢。手在哪儿？
就是以前的话就是幻想这种各种的这种不靠谱的事儿，现在就是也不想想了，就觉得哎找个喜欢自己的人，然后呢，对啊，我想就是有点新的不一样的生活了，因为我过了太多年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宿舍，然后就这样过，我觉得有点烦了，我想要个新生活了。你俩怎么了？没事吧？饭盘了吗？啊，没事。啊，行，好。那小孩怎么了？我一看小孩就不行。我那阵儿刚那个怀完孕，不是刚生完孩子回来，天天处理小孩，不处理我都回不了家。就是小孩跟妈妈告别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哭得撕心裂肺的。然后我就劝妈妈，我说你别走了，怎么着？劝了3起，就是放弃行程的。然后我老公回家说我说那要有重要事情呢。我说孩子都哭成那样了。小玉，喂，辛苦了。2年前，年近40的杨海静冒着风险生下了生命中的第1个宝宝。我叫王海，妈妈叫杨海静，爸爸叫我什么呀？去美国学校，去维。我觉得就是有了宝宝以后，可能对自己的这种心理的这种心理变化影响还是比较大的，可能自己就是这种心理会更软一些。Dear Mom, life is unfair to me. I'm ugly, but it's not my fault. Do you think I'm really ugly? No, my beautiful child, you are so cute. 我以前可能会想啊。这个员工这个学的怎么这么慢啊？是不是有点笨啊？或者这员工真聪明啊？哎，你看这员工挺好看的哈，长得水灵灵的。可能我就是从心里来说也会有这种评价或者怎么样。但是我觉得自从有了宝宝以后吧，忽然觉得，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视为一块宝，至少他对于他父母来说就是一块宝。母亲的角色赋予了杨海静无限温情。直击2组也因为这份柔软，变得更有力量。还有一班没离地了，别让大家都熬着了，不能放几个吧？我觉得留2、3个人就行了。明天还早班呢，先放一点人，好吗？那个这样吧，刘娟你先撤吧，这是你来的最早了，你撤吧，一起吧，熬不了多少。你俩不是一起的吗？对，分着走，一块儿。对啊，我们俩其实是这样，我们俩已经商量好了。我们俩先走，你们先留牛行吗？不是啊，咱们可说好了，同甘共苦啊。有的时候我会想啊，如果万一有一天我可能会被调到其他的工作比较，压力没有那么大的地方，然后呢，再也没有那么多旅客需要我，再也没有那么多小伙伴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内心真的会感到特别大的这种空虚感。所以有的时候我想，可能被需要也是一种幸福吧。我没有能力去胜任，说是去做一个医生，我也没有能力去做这个律师。可能我的沟通技巧很强，我善于跟旅客沟通，那我 OK， 我就高高兴兴做这份工作，给自己一个适当的定位，不要低估自己，但是也不要高看自己。